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在学习投资理财呢？你愿意成为专业级的美股投资人吗？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资深的投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投资股票或者是 ETF 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先做好功课。我们要了解产业的趋势，还有公司的营运状况，我们才可以去进行投资。那巴菲特曾经说过，永远不要投资你无法理解的企业。所以 Kevin 和我自己的投资成长团队在投资美股还有美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选择一些美股的分析网站来获取资讯。如果是新闻来源，我会选择美国的彭博社的网站。那如果是股票的分析网站的话呢，我会去选择 Seeking Alpha， 也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可以帮我快速的去抓住产业的趋势，所以在我平台上看到一些有关于美债的影片，其实我有很多的资讯呢，都是从 Seeking Alpha 上面呢去获取的。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使用 Seeking Alpha 这个网站来找到那一种高股息成长的股票。高股息成长的股票呢，它甚至可以在20年内呢，它股息增加了 900%， 股价也增加 1800%。首先呢，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 Seeking Alpha。那 Seeking Alpha 呢，它是一个全面的股票还有 ETF 的分析以及评级网站。它成立在2004年。那这个网站相对于其他的美股分析网站，它的优点主要在于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投资人交流论坛。这个论坛上面的话呢，投资人可以在上面发表他们对个股的分析的文章，还有一些报告。那我们投资人呢，就可以借由这些分析的报告呢，来了解这些股票他们的趋势以及他们的一个财务的状况。那这些投资人发表这些分析的报告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赚取到一些稿费。所以呢 Seeking Alpha 这个网站上面，他们的投资人的报告啊是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你想要研究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呢，就可以获取到非常多专业级投资人对这些公司以及这些 ETF 他们的一个趋势分析报告哦。那在使用这个网站之前，我有个东西要提醒大家，那就是这个网站呢，它是全英文版本的，它没有中文版哦。如果你的英文能力呢比较没有这么的好，像我一样，我多益不到500分，那我自己的话呢，就会搭配右键，然后呢翻译成中文，这样我才可以去阅读这些文章。首先呢，这个网站的连结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栏当中，你可以点击前往。那点击进来之后呢，你会来到这个画面。那左边这边的话呢，就是它的非常多的一些工具列。那我这边的话呢，就跟大家分享我最常使用的几个工具列。因为分析网站上面呢，会有非常多的功能。那我觉得呢，有一些功能我觉得非常实用，就足以让我去使用这个网站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他们的分析功能。第一个功能的话呢，我们先点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Market Data， 把它点进来。好了，我们点进 Market Data 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一边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那首先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Bond 就是债券，然后下面的话呢还有非常多的英文。那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我们点击右键按翻译成中文，那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商品，有国家、加密货币。你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旁边右边这边会有它的一些 ETF 的推荐。好像是我们先来点这个主要市场数据，点下去。好，这边的话呢有标普500指数，它旁边有那一个它的 ETF。那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直接翻译成中文，它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翻译。那我们把它翻译成原文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SPY， 就是这一个指数它的一个 ETF， 最主要的 ETF。还有道琼它的一个 ETF 是 DIA。好，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话呢，它就是 QQQ。还有小型股、中型股跟微型股，他们都有推荐的 ETF 在这边。然后往右边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些 ETF 它在最近这几年他们的绩效是如何，以及他们的股价的 range， 这边都可以一目了然。好，这边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如果你想要投资美国的某一些产业，什么科技业啊，或者是能源产业啊，或者像是一些房地产产业的话呢，这边也有。像这边有科技业，还有医疗产业，还有能源啊，或者是一些房地产信托的，这些旁边右边这边全部都是他们主要的ETF。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这些领域，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些 ETF。那这边的话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绩效表现。那再往下滑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不同国家。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投资像是巴西、法国或者是英国的股票，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使用这个网站上面也会推荐你这边主要的 ETF 有哪一些。好，所以说呢，你想要抓住那种全世界的那种投资趋势，好像是你发现到说，越南好像还蛮不错的，你就可以来这边找那种越南的股票，或者是你发现中概股好像最近涨得蛮凶的，那你这边也可以找到，像这边有写
NCHI 就是有关于中国整个市场的 ETF。那如果你是想要投资日股的话呢，也可以找这边，这边有个 EWJ。所以说呢 Staking Alpha 这个网站上面的话，它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ETF 会推荐给你。如果你想要找什么产业的，它就有对应的 ETF。那除了这种一般的指数型的股票 ETF 之外呢，你也可以找到那一种像是加密货币的一些资讯。像我们点这边有一个叫做加密货币的英文，我们把它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加密货币它们最近的一些趋势。这边的话呢，你都可以看到。那这个 Market Data 这个页面的话呢，我都来这边找一些灵感，或者是找一些我想要投资领域的 ETF，它都会推荐给我。那这些功能的话呢，也都是免费的，我们可以直接来这边看到。好，那我使用这个网站有找到了几只非常不错的股息成长股。那什么是股息成长股呢？它跟我们台湾的高股息股票到底差在哪里？股息成长股呢，其实我们台湾也可以有，但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就像是日本的压缩机一样很稀少。只有美国的话呢，可以找到很多的股息成长股。那股息成长股它顾名思义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股息可以持续发放之外呢，还可以越来越多，这就是股息成长股。如果是我们台湾的高股息股是长怎么样？就是它股息很高，但是呢，它有时候会忽高忽低，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有时候发，有时候不发。这就是我们台湾的股票。但是如果是美国的话呢，它不止持续发放，它甚至呢会越来越高。那股息成长股呢，它有几个优点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优点就是呢，它股息可以越领越多。第二个优点就是呢，它的股价会越来越高，随着它的股息越发越多，它的股价也会越来越高，这是股息成长股的优点。那它也有一些缺点还有注意事项。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美国的股息成长股呢，它的起始殖利率呢通常都比较低。那为什么会比较低呢？这边就要讲到一些企业的营运的逻辑为什么有些企业呢它会发放非常多的股息？因为它的业务通常都已经受阻了，那他再把那些钱留来发展业务，他们也无法有什么发展，所以呢，他把钱呢赚多少全部发出来。那股息成长股就相对来讲就不一样，它有点类似于成长股跟股息股之间的一个临界点，就是它的一个业务呢会越来越好，所以呢，他也不想要发放太多的股息。然后呢，随着他的业务呢越来越好之后呢，他明年又可以发更多的股息，所以呢，他的股价呢会一直增长。然后呢，它的一个股息呢也会越发越多。这就是股息成长股它们的一个特征。股息成长股它有个注意事项就是它是属于厚积薄发。也就是说呢，虽然它一开始配发比较少的利息，但是呢，只要你持有它，持有时间越长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面的话呢，甚至呢一年配发的股息可以 cover 你的股本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研究到的一只股息成长股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这家公司呢大家一定都知道。这家公司的话呢就是美国的 Costco。Costco 它在美国的代号呢是 COST。那你要怎样查询呢？你只要在上面这边打 COST。然后呢，找第一个 Costco，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股票的分析。那它现在的话呢，它的股价是每一股是971块美金，也就相当于3万块台币。它的股价呢是蛮高的。进来的话，你这边是看到 Summary， 那 Summary 的话，你可以往下滑，这边你可以看到有 Costco 的分析报告。那这些分析报告呢，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家公司的关键，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分析报告。它相对于新闻来讲的话呢，是不太一样的。右边的话呢，这边是新闻。新闻我比较少去看，我比较喜欢看他们的分析报告，因为新闻的话呢是给记者去写的，那记者通常都会写的比较紧张或者是说呢他们会做一些断章取义，他们并不会深入的去报道。记者嘛，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很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是分析报告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分析报告的话呢，通常都是对这家公司非常有兴趣的一些投资人，他们发表出来的分析报告。他们看到越来越多人浏览他们的报告的话呢，这些分析师这些发表这些文章的投资人呢，他们也可以赚取到一些稿费。所以呢，他们这些分析报告的话呢，都是他们非常用心的去写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我看这些分析报告，我就可以了解这家公司它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财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去了解。所以的话，我自己会去看他们的分析报告。那我们点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内文。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名字在这边。那他下面这边的话，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人，追踪他的文章订阅人数呢，总共有1820人追踪他的文章。下面的话呢，就是他所写的一些重点。那如果你看到这些你看不懂怎么办？跟我一样嘛，我有时候也看不懂这些英文我英文也没有很强，但是我还是会去投资美股。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 AI 的功能是非常的有用的，所以呢，我看这些分析报告的时候呢，我丢给 AI， 我都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这些公司的营运状况。那我这边的话直接点一个右键，如果你是最简单的方法就点右键嘛，然后翻译成中文，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的内容，它就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些中文它翻译到没有很好怎么办呢？因为 Google 翻译就比较是直觉的翻译。那如果你觉得翻译的不好的话呢，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也是我最常使用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去使用 ChatGPT 来进行 AI 翻译，这些报告就会变得非常的人性化。首先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先在 Google 上面去打 ChatGPT。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重点，其实是我上一些价值投资课程老师教的，那些都是付费的。我上他的一次课程要花4-5万台币。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呢，我分享给大家应该是没有关系的，老师应该不会告我吧？那我觉得这些资讯的话，分享给大家应该是没问题的。上面这边的话就是 OpenAI， 你就找到这个 ChatGPT， 它的 OpenAI 是他们的母公司，要点上面这个你不要点其他的，因为有些可能是广告它并不是 ChatGPT。好了，把它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你这边打这边 Try ChatGPT， 我们把它点下去，你就会来到 ChatGPT 的页面了。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网站他们的分析报告，哇哦，直接把它给复制下来。讲了很多嘛，对不对？就把它复制下来。看它分析报告，他们并不会随随便便去写的，因为 Seeking Alpha 它也会去审核这些分析师他们的报告，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都可以在这边发表他们的文章的。好，进来之后呢，你就把这些文章复制，然后贴到 ChatGPT。然后我最喜欢使用的语法就是，请帮我翻译成繁体中文，要易懂。OK，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 ChatGPT 呢，它就会帮我们去进行翻译。你可以看到这边，它就会翻译出来了。所以说呢，分析师他已经把这个公司他们的一个营运状况，他们的财报呢已经分析出来了。但是你看不太懂他们的分析重点的话，你再把它丢到 ChatGPT， 叫它帮你翻译成中文，而且翻译成你比较容易懂的语言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去了解这家公司最近发生了什么状况，值不值得去投资。这边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分析师报告，如果你是免费版本的，就是你只是注册的话呢，你一个月我记得好像它只能看1-2篇。但是呢，如果说呢你是到 Premium， 它有一个付费版本，稍微高一阶的，那你每个月就没有限制次数的可以去观看他们的报告。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深入的去研究美股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分析师报告是你可以去参考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来上面这边，我会看他们这边有个叫做 Dividend， 中文的叫做股息。你把它 Dividend 把它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呢，你这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资讯了。要怎么判读呢？首先这边的话呢，最左边这边的话，就是它最近的它的一个殖利率是多少 0.48， 就跟如同刚刚所讲的嘛，股息成长股它的殖利率通常都比较低。然后再来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英文单字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懂的话呢，也是要按右键把它翻译成中文。它叫年度支付，就它的支付的金额是多少，它股息是多少。我来这边 4.64， 每一股配发 4.64 美金。那旁边有一个东西叫做配息率，那这配息率的话呢，就是它的股息去除上它的每一股盈余，就可以看出它的配息率。那我自己在投资股息成长股的时候呢，我会把它的配息率会找那种低于 50% 的，因为它低于 50% 就表示说它配发它赚的钱扣除所有成本之后呢，再配发利息给这些投资人，对他来讲压力很小，因为低于 50% 嘛。那如果配息率来到那种 100% 以上的，有没有？有，就是说他可能这家公司今年只赚1块钱，结果他配2块钱给你，那他的配息率就会达到 200%， 就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我们找到这种股息成长股的时候呢，就是要找那种配息率尽量是 50% 以下，我自己会这样去找。然后你旁边可以看到5年成长率，这5年成长率就是他过去5年他平均每一年成长股息是成长几趴。你有没有看到它每一年成长 12.3%？ 也就是说呢，你今年如果你拿股息是拿到1万块钱，你明年呢大概就可以拿到11200块，就是持续增加这样子。那右边可以看到股息成长，那股息成长就是这一个公司它的股息成长的年数有几年，就20年，就代表它每一年都成长，成长了20年。那当然这20年是股息没有中断的。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就可以跟你讲说，最近的话呢，它的一个配息金额是多少，然后它是配息的频率是什么频率，是每一季配息，然后呢除息日期是什么时候，金额什么时候入账，还有它的申报日期跟记录日期这边都有。所以说呢，这个网站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对我们这种如果你要去投资美股，你想要领股息的投资人来讲，这个地方其实就给你蛮多的一些资讯。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看什么？这边的话我们就点股息成长。那我们点下去之后呢，往下滑。好，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它有翻译成中文，它有些数据翻译成中文之后呢，就有点跑码。好，我们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你可以看到2024年 payout amount 就是它的2024年配发的股息是 4.5 块。
然后如果你看到2005年那时候它配发多少？它一年才配发 0.445， 到2024年的现在才20年的时间，它的股息就从 0.445 每一年增加到了 4.5 块。也就是说呢，它相当于在这20年的时间，它的股息成长了 900%。900%啊，那你觉得它股价会成长多少？我们来点这个 NONENTUN 这个英文单字这英文单字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单字的意思叫做势头，这种名字叫做势头那我们就把它点进来，然后往下滑，这边你就会看到这一家这家公司它的股票它最近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选择从2005年的1月1号嘛，到2024年的12月1号就拍片的前几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股价成长多少，总共成长了 1900%。那如果同一时间的话呢 S&P 500指数它只成长了 400%。也就是说，如果你在2005年你投资了100万在 Costco 这家公司上面，那一年你的股息可以领多少？我们刚刚换算了一下，它的殖利率大概是 1.3%。也就是说，你那一年你的股息可以领 1.3 万。那到2004年的当下，我拍片的当下，你的100万的资产就会成长到2000万。然后呢，你的股息呢从 1.3 万呢就增加到了13万这就是投资股息成长股非常明显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股息可以持续增加之外，它的股价也会持续的增长。好，那这是第一家，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家。那这一家的话呢，大家一定都有听过。那这家公司呢就是微软。那我们把微软这家公司的股票，我们也把它输入进来 NSFT， 然后呢选择第一个。那我们也是一样，先看 Summary。那 Summary 这边的话呢，也有非常多分析师的报告。如果你不了解微软这家公司，应该很少人不了解这家公司啊。不了解这家公司的话呢，你可以看他们下面这边的分析师对这家公司他们的一些营运的一些分析。那我这边的话，我们点击 Dividend。那我们往下看的话呢，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的一些股息的配发状况。你也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股息已经成长了20年的时间，而且最近5年每一年成长是 10% 是非常的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 Dividend Growth， 也就是它的股息成长的一些趋势。那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它2005年的时候呢，它当年配发的股息是 0.32 块，但是到2024年的时候呢，它每一股已经配发了 3.08 块。那我们这样换算起来，它的股息总共成长了 860%， 在这20年的时间之内。一样，我们点击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势头，然后来把它点击这边日期，我们来选择2005年1月1号到2024年的12月1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呢，总共在这20年的时间之内总共成长了 1487%，相当于 1500%。那同理，我们再来做一个范例，假设你在2005年你投资100万在 NSFT， 也就是微软这家公司上面，那时候呢，你总共可以领到 1.2 万的股息当年。但是呢，你到2024年的时候呢，你的资产就从100万成长到了1600万，然后你的股息呢也从 1.2 万呢成长到了 11.5 万那这就是美国的股息成长股它非常诱人的表现。那反观台湾，我们台湾的股票有哪一些公司它的股息有持续发放并且成长超过20年的嘛？应该是有吧，但是呢，一定是非常的少，一只手指内数得出来。但是如果你在美股的话呢，是非常的多的。那美股还有哪些股息成长股可以看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好，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档是 Costco， 另外一档是微软，这两家公司的话呢都是非常有名的。那有没有其他公司的股票也是股息成长至少20年以上，而且每一年都成长 5% 甚至是 10% 呢？有没有呢？当然是有，而且非常的多。那要怎么找呢？教大家怎么找就是我今天这期影片的重点。首先我们先点击左边这边有一个叫做 Top Stock，我们把它点击下去，点击下去之后呢，上面这边的话呢，这个蓝色的它是跟你介绍说这个 Think Alpha 它有一个叫做 Alpha Peak，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量化分析的一个系统，它每一个月呢会分享2只股票，然后呢这些股票呢，他们现在平均下来最近这几年它的绩效呢是赢 S&P 500指数非常多。这是他们的一个功能。好，那这边的话呢，大家看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再去订阅。但我这边的话呢，是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功能。这个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去筛选股息成长股出来。那首先的话，我们就点击这个，这个是 Filter， 我们把它点下去。进来的话呢，我们先把右边这些参数，我们先把它移除。然后呢，我们点击左边这边有个叫做 Dividend Grades， 这个的话呢，就是股息的一些评级。然后这边的话呢，有4个评级。
一个是 self， 一个是 growth， 一个是 yield， 然后下面这个是 consistency。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呢，要怎么看呢？好 ，safety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一家公司它的股息的安全程度，它是怎么样看的呢？它主要是看它的支付率啦。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你这家公司配发多少股息，然后你的盈余是多少来做一个比值嘛？那如果你的支付率很高的话呢，你这个安全系数就会比较低。好，另外一个是 growth， 也就是股息成长的那个年数。那yield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股息的殖利率是多少。好，越高的话呢，它的评分就越高。那下面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股息的一个一致性，也就是它的稳定性，它有没有持续配发股息？如果它配发很多年的话呢，持续的一直配发下去，配发5-60年的话呢，那它这个分数就会很高。那我这边的话，你就勾选2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growth， 然后呢再来的话呢就是它的 safety。好，这2个我们把它勾选起来，因为我觉得说呢，股息呢它的殖利率并不是重点，好，它只要能持续成长，而且呢它的支付状况非常的安全的话呢，就是非常不错的股票。好，那我们选完 growth 跟 safety 之后呢，我们按到，好，那进来的话呢，这边就有非常多的股票在列在下面这边。那我们这边按 edit filter， 进来这边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你这些评级是要比较高还是比较低。就是如果你的 safety 非常高的话呢，就是这些公司它认为它股息的配发就是非常安全。那如果你想要安全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拉高一点。好，那我这边的话呢，我是拉到 C 减。那这样子的话呢，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参数可以让我看。因为如果说呢，你把你的这个标准拉得非常高，那能满足你标准的股票就变得非常的稀少。那我这边的话呢，就用 C 减到 A 加。好，按到，那总共有921只股票。好，那往下看这边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资讯，像 summary 这边的话呢，有它的一个市值，还有它最近的殖利率，以及呢你可以往下看这边有 trading 或者是 dividend。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会去看 dividend， 然后呢可以它往右边滑，好，滑到这地方有叫做 year of growth， 就是它的股息成长的一些年数。那我们就按下这个，好，那你可以往下看这边成长超过60年的股票就有8只的。那如果是50年以上的股票呢？哇，往下看有非常多，大概有20-30只股息成长超过50年。好了，我们往下看，我们要找哪一些公司的股票呢？这边都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研究的话呢，你就可以参考这些股息成长的股票。像这边有个叫做 PG 的话就是宝乔，然后 JNJ 的话呢就是那个交生，然后 KO 的话呢就是可口可乐。他们的股票代号都放在这边，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公司，他们的股息成长都超过60年以上的历史咯。那如果进来之后呢，假设你想要研究第一支股票了，我们就找 PG 这支股票，我们把它点下来。好，点进来之后呢，你就看到 PG 这支股票，它现在的股价是178块。如果你不懂这家公司它是在干嘛的，你就往下滑，可以看它的分析报告以及它的新闻，你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大概的营运，它的一个模式以及它的领域是哪一些。好，你就可以了解。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按 dividend。好，点击 dividend 这边你可以往下看。好，这边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他们的一个股息的一个评级，有 A 加 D 加跟 A 加，它的这支股票它的评级在 CK Alpha 当中是非常的高的。那 D 加的话呢，可能是因为这家公司它的股息殖利率比较低啦，你看到它只有 2.258， 所以它股息殖利率只有 A 加。你想了解这些描述的话，你看不懂的话也是一样嘛，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评级，它的这些英文的意思是什么。那可以往下滑，你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最近的殖利率是 2.25%， 然后呢它已经股息成长68年。那最近5年呢，它每一年股息成长是 6%， 是非常的不错。不过它的 payout ratio 就有点高了，就来到了 58%。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按它的 dividend group， 然后再往下滑，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看到它最近的一些股息，它从1989年它的股息是 0.1055， 每股配发 0.1055， 到2024年大概是花了35年的时间，来到了 3.96。 那它股息呢，在35年的时间呢，就成长了4000%。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在60岁退休，你买了这支股票，然后呢，35年后呢，你的股息，你的退休金呢，竟然成长了 4000%。这是非常的不错。当然这是过去的历史啊，不代表未来就会如此。只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在1989年你这种买到这种股票，这种股息成长股的话呢，你是可以获得非常不错的一个报酬。那如果你真的要选择股息成长股的话，那 Kevin 在这边跟大家建议的就是去选择那一种股息成长年数大概是20年到30年之间。我觉得这些公司的话呢，它的业务啊还可以再持续成长，还没有完全受阻。如
如果你是选择那种60几年或是50几年的那种股息成长股，好像是 PG 这些股票，或者是 KO， 就是可口可乐，那他们的业务可能就已经发展到那种非常饱和了。虽然它股息会持续成长，但是它每年成长的比例可能就是3%到5%之间。但是如果你是找那种股息成长20年左右的股票，像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微软跟 Costco， 他们的业务呢都还没有发展受阻，还可以持续的成长。那在未来，他们的股息每年再成长个10%，也是非常的有可能的。好，那如果你还想要深入的去研究这些公司的股票的话呢，你可以点击这边的 Financial。点击 Financial 的话呢，你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以及他们的损益表，这是那种对那种比较资深的投资人他们会想要看的一些财务报表的数据。那这边的话呢，它都有显示出来。它显示的话呢，最多是显示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呢，它是用那种图表方式呈现，或者是数据都有。好像是你看这边移过来这边，他就跟你讲说他最近这10年他的营收状况是如何，这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净利润。所以说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分析财报的投资人，那 Seeking Alpha 这个网站呢，它也可以提供你非常多3大财务报表的资讯哦。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Seeking Alpha 主要的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基础版本，也就是免费版本，你可以每日阅读2篇的股票分析报告，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但是呢，如果你要阅读超过的话呢，就无法看到了。那第二个版本的话呢，就是 Premium 版本，也就是进阶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它是可以阅读无数份的分析报告，就是你没有限制。那刚刚免费版本它是有限制的，那 Premium 版本的话呢，它主要就是它没有限制，而且呢，刚刚的那些财务报表的那些数据，或是刚刚的股息的那些筛选的那些参数，那 Premium 版本它就可以全部开通，就是没有限制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的 Alpha Peak。那 Alpha Peak 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讲的，那 Seeking Alpha 这个网站呢，它就用他们的量化分析工具来找到市场上那种非常强力推荐购买的股票，然后来分享给投资人。那只要是卖出或者是买入，它都会寄信通知投资人。所以说呢，它不是说它推荐给你之后呢，它就没有了，就没有后续了。它是那种要买要卖，它都会跟你讲。那它的绩效呢，最近几年，最近这2年的时间呢，是大幅的领先美股大盘。那美股大盘 S&P 500指数呢，在最近这2年，他们的绩效大概是 59%。那是呢，如果你是使用 Alpha Peak， 它的最近这2年的绩效呢，是 184%。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这个 Alpha Peak 就大家可以参考就好了，因为过去的绩效呢，不代表一定是未来的绩效，它可能现在筛选的很好，但是未来呢，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状况是如何。毕竟 Alpha Peak 它从上线到现在，并没有超过10年的时间，我觉得呢，它的一个绩效表现呢，是还有待论证的。好，那如果你是要使用 Premium 的功能的话呢，它现在呢是有黑色星期五的优惠。黑色星期五就相当于是中国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双11特价。它是有打非常多的折扣。那它原本呢是1年299块美金，那现在的话呢，使用我的推荐连结，只要209块美金。如果你是直接在他们的网站去购买的话呢，是要239块美金。那用我的连结只要209块美金。那连结的话呢，我放在下方这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使用。那如果呢你是要购买另外一个版本是 Alpha Peak 再去加上 Premium 的话呢，现在呢是只要509块美金，那原价的话呢是798块，那也就是大概省了289块美金。就看大家有没有想要去使用咯。那 Kevin 我自己的话呢，我是只有买到 Premium。Premium 我就觉得非常的够用了，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我们刚刚所讲到那些功能都有包含在内，那我觉得 Premium 就非常的不错。然后呢 Premium 它的价格是209块美金，那对我来讲我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呢我自己投资股票，我一天的涨跌幅早就超过209块美金不知道多少了。所以呢这209块美金算是我自己投资上面我所缴交的一个费用啦，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还是要自己去衡量哦。那 Seeking Alpha 它上面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付费版本，像是还有一个 Pro 版本，它的1年的费用呢是来到了1899块美金。那这个版本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在使用的。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一般的投资人的话呢，我觉得买到 Premium 版本就够用咯。好，那 Seeking Alpha 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那我有在撰写 Seeking Alpha 的文章，那我会将它们连结呢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当中。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阅读我那篇文章，那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Seeking Alpha 的使用教学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
你愿意成为专业级的投资人吗？专业级美股，你愿意成为专业级的美股投资人吗？工欲善其器，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你愿意成为